嘛这么多人跪在这里啊？回禀大人，这些全是鳌拜的老婆。啊，这么年轻，一定是被鳌拜逼的。哎，真可怜，一看就知道他睡眠不足，晚上送到我家里让我跟他睡2个晚上。啊，鳌拜真是心狠手辣，你看把他打得肿成这个样子，送到我家我慢慢帮他医。哦，金毛狮王，鳌拜通贩卖国，这个一定是洋鬼子女间谍，送到我家好让我严刑拷问。知道了。哇，黑鬼都有啊，也送到我家。这么黑也要啊？关上灯都是一样的。鳌拜这个王八，果然从8岁到80岁都不肯放过啊！大人，你有点误会了，这不是鳌拜的老婆，是鳌拜的老母。要不要大小通吃啊？送到你家里去。送到我家干嘛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现在送了个宝给你，你应该请吃宵夜了。好啊，好是不好？我扁你！韦小宝被皇上封为不及格大学士，御赐黄马褂，负责抄封鳌拜的家产。多隆在一旁负责协助，看着鳌拜搜刮的民脂民膏，韦小宝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很快，鳌拜的家产清点完毕，多隆捧着账本，一脸严肃地念出鳌拜的家产是38万两。这个奸贼居然捞了这么多钱！唉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贪污的。我一定要启奏皇上，让贪污的人五马分尸。大人，小人有一点点看错了，鳌拜的家产应该是380万两才对啊！仇恨四海永难忘。我一定要再启奏皇上，竟然恢复明朝对付贪官的剥皮法，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？怎么样的？韦小宝告诉多隆，首先是将整个人埋进沙子里，只露出脑袋，用刀从中间切开，灌入水银。听着韦小宝说的如此残忍，多隆整个人心惊胆颤，脸色惨白。最后，多隆看着账本说出了最后的数字，总计1380万两，剩余很多没有记录的。多隆建议搬到韦小宝的府上慢慢清点。随后，韦小宝看着鳌拜的一众老婆，当即下令将鳌拜所有的老婆如数收下，表示每个人他都要亲自审问。最后，在鳌拜的府上搜出2件宝物，一把洋枪，还有一件天蚕宝甲。什么都打不透的天蚕宝甲，还有什么都打得进的洋枪。如果用这把洋枪打这件宝甲，你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哎，这很简单啊，找一个不怕死的勇士，穿上宝甲，然后大人开枪就知道了。片刻之后，韦小宝拿着洋枪就对准了穿着天蚕宝甲的多隆。多隆被吓得两腿发软，浑身发抖。启禀大人，在鳌拜的密室中找到一本42章。怎么了？随着一声枪响，多隆被吓得当场倒下。韦小宝拿过这本42章经据为己有，还告知属下这只是一本普通的金刚经。事后，韦小宝来到丽春院，因为抄家的事，韦小宝这次赚得盆满钵满。他专程回来就是想带自己的姐姐跑路，一时高兴过度，韦春花瞬间晕了过去。老姐，老姐，晕过去了还没死，赶快找人来救醒他。小宝，太近了，看不清楚阁下是谁。哎，师傅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在宫中所做的好事，我全都知道了啊！不是很了解。你眉心之中有股黑气，是不是中了毒了？是，我中了慢性化骨绵掌，好凄凉啊！陈近南看着韦小宝手腕的绿气，他决定当场为他解毒。只见将他抛入空中旋转几圈，随后再举过头顶飞速旋转起来。在陈近南的帮助下，韦小宝被转得头晕眼花。当他站稳身子，却惊喜地发现自己身上的毒已经解了。随后，陈近南把他带回天地会总坛，因为他制服鳌拜有功，决定升他为青木堂的香主。据说鳌拜的师弟要去营救他，必须赶在救出之前先下手为强，把鳌拜就地正法，同时铲除皇上。韦小宝表示，凭自己的能力很难做到。为了帮助韦小宝，陈近南喊出来一对双胞胎双耳，两人心有灵犀，一言一行都是一样的，动手打架也比普通2个人厉害1倍。陈近南把双耳赏赐给韦小宝做贴身护法，帮助他铲除鳌拜，杀了皇上。你这不是明摆着找2个人来监视我吗？老老实实，我瓜子多少就给你5五分账，你不要再让我入宫了，行不行？6四也可以商量的。像73呢？太贪了吧？难道要82？你太没人性了！该不是要91吧？那我宁可入宫了。哎，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陈近南吩咐各位长老，马上召集所有人马，明晚聚集在城外，以烟火为讯号，所有人杀入皇城。为了防止韦小宝临阵脱逃，双儿2人按照吩咐将韦小宝绑起来。可在韦小宝的一番花言巧语的哄骗之下，天真单纯的双儿心甘情愿地为他松绑。我
要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心灵感应。你痒就你会痛，你痛就你冲动。光说是没有用的，你说对吧？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来，你坐在这里，不要动啊，你跟我上来。韦小宝把其中一人引诱到床上，拉上帘子，然后在韦小宝的一顿操作下，外面双儿的脸上竟露出了享受的表情。里面的双儿也有同样的反应。原来韦小宝在给其中一人挠痒痒。眼看两人确实心有灵犀，韦小宝渐渐开始大胆起来。就在他要偷袭双儿之时，被双儿瞬间警觉起来。双儿反手一巴掌狠狠打在韦小宝的脸上。这个实验终于证明了你们两姐妹果然是心灵相通，更证明了我的抓龙抓手的确是百发百中。双儿表示，等反清复明之后，一定以身相许。闻听此言，韦小宝决定以学术性的名义再做个实验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建宁公主的声音，韦小宝立刻让两人藏起来，还吩咐他们不要出声。韦小宝悄悄伸手去触摸藏在身旁的双儿，双儿反应极快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紧紧控制住，然后将自己的手伸进韦小宝的袖子里，充当他的双手。我从太医那儿拿了些虎鞭，煎了些汤，给你补一补。是吗？好，让我用手拿着你的杯子来喝了。有，前一点。对，谢谢。不谢。房子大有回音嘛。为了可以喝到这碗汤，他示意双儿把杯子拿起来喝，却不料举过了头顶，手忙脚乱之下全都洒在了身上。在韦小宝的花言巧语之下，建宁心思单纯，并没有起疑心。建宁表示他现在贵为韦爵爷，可以向皇上提亲，还威胁他如果不去提亲就砍掉他的脑袋。你有别的女人？没有，你疯了！除了你之外，任何女人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坨屎。你做什么？有蚊子，有蚊子，有种你就飞到我中国来，我一拳打死你，吓唬他才行。片刻之后，韦小宝被打得口吐鲜血，他以火气大为由，让建宁去端一碗凉茶。当建宁走后，韦小宝立刻认输，没想到建宁返回来，发现了两人。为了不让此事泄露，影响反清复明的大业，立刻上前将建宁牢牢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慈宁宫的两名宫女匆匆赶到，太后要见韦小宝，专程来接他去慈宁宫。他吩咐好两人一定要看好建宁，等回来再商议此事。